听了这首陪伴了泡沫时代从青春到青年的朋克名曲 Train Train， 你是否感受到铁路这一日本现代化历史的缩影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呢？2019年底，日本电视台主办了天空铁道物语特别展会，该展会得到了日本主要私铁企业的支持。展会是为了传播铁道文化，使大众了解到日本铁道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如何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该展会上，Takara Tomy宣布了 MP 雷电组合。展会活动官网也贴出了 G1 雷电的相关图片和描述，1980年代的列车组合机器人的最新企划。TT 的 MP 雷电企划是作为该展会活动的重磅应援之一。3年后，2022年是日本铁道开业150周年。在这一年前后 ，MP 雷电的成员按顺序宣布并发售。可以知道，成员们的载具模式铁道列车自然被视为重中之重。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戴亚克隆 Train Robo 6体合体列车机器人，原本是打算作为第一个合体机器人引入变形金刚动画，但被大力神夺走了番位。直到3年后，才得以化身为 Trainbot 列车队组合金刚 Raiden 雷电，于日版头领战士动画中正式登场。以上两方背景的交织，决定了 MPG 雷电变形设计的要点，保证载具形态准确，变形大结构尽可能简单，载具零件在人形下不做刻意收纳，突出真实感，大量致敬老戴亚克隆 G1 玩具。上述思路已然勾勒出 MP 2.0 设计语言的核心。对比几乎同期的 MP56 与 MPG 雷电，走 3.0 路线的 MP56 开路先锋，变形比 2.0 风格的 MPG 雷电还要简单。介于他们出自同一个设计师大野光人之手，控制变量后便很容易得出结论。变形简单或复杂，并不是区分 MP 2.0 3.0 风格的标准。这次我们先来了解 MP 2.0。 MP 2.0 于 MPG 限定归来。那么什么是 MP 2.0？在讨论 MP 2.0 之前，先明确一点 ，MPG 雷电是 MP 线的合体。MPG 雪峰附带的小册子刊载了主设计师大野光人的访谈，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 MP 合体企划，亲口证实了 MPG 是 MP 的合体。大野还在访谈中提到，雷电原本是直接放在 MP 线的产品，这是 MP 系列第一个6机器人合体大型企划，我们压力很大，于是出于商业考量，团队最终决定在 MP 线的基础上衍生出 MPG 线，来将雷电推广给尽可能多的人。个人非常喜欢设计师对 MPG 雷电的诠释，他巧妙地利用了 MP 2.0 风格，完美致敬了老 G1 戴亚克隆玩具，把历史承载在其中。为什么在 MP 3.0 还原动画为主流的时代， MPG 却要回归 2.0 风格呢？这和历史感又有什么关系？谜底散落在变形金刚的历史当中。第一条线索是雪峰和列车队雷电的历史。雪峰，列车队队长钟馗的弟弟，在动画里是堪比刹车的背景板，不过起码有2句台词，而同队的青山连台词都没有，头领的片头甚至都没有把青山给画上去。官方在 MPG 青山的展示视频里面自己都玩了这个梗。青山さんからも最後に一言お願いします。やっぱりか。最新的 TF 大百科2022附带的《电车大战起源》漫画里，雪峰的台词比他在一整部头领动画里面还要多。总之，作为动画角色，列车队队员简直就是跑龙套的，组合金刚雷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 G1 第一季的登场被砍，在头领里也缺乏性格塑造或亮眼的表现。第二条线索是建筑工程车合体大力神的起源，跟动画里雷电的可怜战绩完全相反。最初作为玩具的列车机器人 Train Robo 有过不俗的商业战绩，
戴亚克隆产品线分支 Real and Robo 系列的 Train Robo 合体是个相当成功的商业企划，甚至是因为 Train Robo 销量颇佳，后续 T 社才推动了建筑工程车合体乃至后续的合体企划。后者被引入变形金刚后，有了一个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变形金刚 G1 动画的大力神。换位思考 ，MPG 首发做雷电的心思不难揣测。当年多亏我 Train Robo 先走红，才有你建筑车合体 ，IP 上升期参演动画的机会却被大力神夺走，二者差距快速拉开。现在大力神已经是出演真人电影的大明星了，雷电还徘徊在被国际变形金刚粉丝遗忘的边缘。某部变形金刚的纪录片呢，大也是压不住的怨念。A Japanese toy called Train Robo. Unfortunately, this wasn't available in the American market. 这次发布 MPG 雷电，除了报当年的抢跑之仇，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亦是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合体 Train Robo 来自未来的致敬。换句话说，比起变形金刚剧集里列车队雷电乏善可陈的人气，戴亚克隆 Train Robo 首位组合金刚这几重身份的历史重量，才是列车队雷电在 MPG 首轮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赢复活赛的筹码。不止一处体现出老玩具对 MPG 雷电的影响之深远。戴亚克隆与 MPG 同一个设计师大野光人，在 MPG 雷电企划公布后的数篇访谈里，都提到了 G1 或者说戴亚克隆老玩具对 MPG 的重要意义。MPG 钟馗的设计草图上，负责做美型的设计师大岛优木老师的笔记也特别强调单体要以 G1 玩具为造型原型。人气一般这一点，在 MP 2.0 时期的主导设计师连井章武老师关于 MP 20千禧年的访谈中曾经提到过。采访者问，像千斤顶这样的角色通常不会成为有市场价值的产品。连井回复道，他当然不是典型的英雄人物。连井设计 MP 的思路是以 G1 玩具为基础。在 MP 20千斤顶的访谈中，连井提到MP 20的翅膀变形设计是为了跟 G1 玩具千斤顶的翅膀变形方式类似。从 MP 指南一书中和连井在任时的推特发言也能够还原出连井设计 MP 的思维，以古早的 G1 玩具为蓝图，变形和造型尽可能保留 G1 玩具的精髓，加以一定的美型，还原动画的优先级则排在最后。有一次连井老师设计完拿给大野老师看，作为大部分 G1 玩具的生父，想必大野老师也应该会感到很欣慰吧。所以 MP 2.0 风格一定是主要倾向于对 G1 玩具的还原，动画还原则排在其次。这就是 MP 2.0 的本质， G1 玩具的现代重制版。MPG 雷电会受到偏好还原动画的玩家的强烈批评，因为本质上主打还原动画和主打还原玩具这两种倾向截然不同，也因此分析 MPG 雷电的时候并不适合从动画还原的角度去入手。这就是 MPG 在 3.0 时代使用 2.0 风格的谜底。G1 雷电作为老玩具的意义大于作为动画人物的意义，同时 MP 2.0 的本质是把还原 G1 玩具放在首位，所以 MPG 雷电采用 MP 2.0 风格来还原最初的老玩具，来致敬最初的历史。原型同样是脱胎自老戴亚克隆玩具线的刹车、开路先锋还有雷电。开路先锋采用了 MP 3.0 动画还原风格，而刹车和雷电采用了 MP 2.0 的 G1 玩具还原设计风格。结合第一期的时间推测和各边访谈，可以得知这几款 MP 都是近乎同时期设计的。简单的得出一个合理推测，在 G1 动画里人气较低，或者玩具历史地位大于角色的情况下，目前的 MP 产品线或者 MPG 产品线会限定使用 MP 2.0 风格，而人气较高的动画角色，比如开路先锋和天火，则会采用完全还原动画的 MP 3.0 风格。这就是 MP 2.0 限定归来的真相。
以上述为前提，进一步分析 MPG 03雪峰，我们就能更好的弄清楚这次 MPG 雪峰的思路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次的玩具本体介绍。盒子跟其两名成员的体积大小、包装设计风格一致。那么接下来快速开盒。关于 MPG 雷电成员附带铁轨这回事，值得一提的是 ，G1 雷电无论是单盒装还是礼盒装都不附带铁轨，而戴亚克隆 Train Robo 无论是单盒装还是礼盒装都附带铁轨，也就是说 ，MPG 附带铁轨，致敬的正是戴亚克隆。接下来玩具介绍分为4个环节：车型、变形过程、人形，还有合体模式。观众老爷们可以根据时间轴分割，自行跳到最想看的部分。从车型开始介绍吧。车型下可以收纳人物大枪和合体大头，卡扣设计很紧实，收纳也很简单。顺带一提，大头在人形下也能够收纳。简单展示一圈，看车型外观的合缝也可以知道，这次 MPG 雪峰依旧保持着 MPG 不错的品控。公差调试得非常棒，和 G1 玩具摆在一起展示，经由同一人之手，跨越时代的2个作品。车型内的原型是日本铁道东北上越新干线200系电力动车组，简称200系。它在零系新干线基础上发展而来，和零系非常相似，这也是中国和雪峰设定上是兄弟的原因吧。相对于原型零系，200系做了很多耐寒耐雪的改进，雪峰的名字和擅长雪中作战的设定，看来也是以现实车辆特征为依据的，这很有趣。车体群聚部分安装大面积的除雪液，在行驶的时候能够把线路上的积雪快速清除。群聚外壳与车头外壳顺滑一体。可以看到，这次以拿到铁道公司版权著名的 MPG， 在车型形准方面可以说是完美。把除雪液等细节完美还原到位。电动机的冷却风通道改在车体侧面，高度等同于由车窗底端至车门上端，同时使用了除雪装置，避免雪花飞入。MPG 也还原了这个细节，在这些车型细节的还原上，做的比老 MP 2.0时期要更加细致。涂装则仿照还原真车有些泛黄的古早白色。涂装还原真车也是 MP 2.0时期的路线了，所以可以看到 MPG 在车型造型和涂装上是完美还原真車的，這擺明了就是為了吸引鐵道迷啊、車迷啊的。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就係咁樣咯。你可以形容我呢一刻嘅心情。車型也的確是這次 MPG 在日本本土大賣甚至出圈的原因，不少平時和 TF 無關的日本大 V 都在曬 MPG。有的朋友就說了，你這吸引鐵道迷啊，就是背刺我們 TF 粉絲，就是割韭菜。但其實吸引真車粉絲這一點跟連景 MP 2.0時期的路線是完全一致的。在 MP 2時千斤頂的訪談中，連景說道，如果千斤頂能夠取得成功，我們以後能選擇更多的角色來做。我們開始做這個真車 Real Car 系列時，打算讓前3款車成為超級車迷們都驚嘆的東西。我希望這個系列能夠吸引車迷粉絲。所以 MPG 刻意討好車迷，那並不是首創啊。說起來還得是學的連景老師。總之呢，在車型還原方面 ，MPG 完美繼承了 MP 2.0 的路線，甚至在車型細節的還原上要做得比 MP 2.0 還要好。但其實用真車版權吸引真車粉絲還要更早，這是在官方自 BT 線引入版權車型為賣點以來一直堅持的商品要素。
官方大百科 TFG 2019对 BT 的介绍实锤了这一点，这部分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展开介绍。现在让我们先看看新干线200系的履历吧。1982年，200系入职日本国铁，负责东北上越新干线。1986年发布新皮肤。87年，日本国铁分割民营化，编制转入 JR 东日本。同年出演变形金刚头领战士。98年，在动画《铁胆火之侠》中饰演大哥山神号。99年追加新皮肤。2004年发生脱轨事件，打破了自1964年新干线开通以来40年不脱轨的历史记录。当试车全车报废，无人伤亡。2013年3月退役后，在日本铁道博物馆免费养老，在北海道留山温泉车站继续守护着北海道新干线。把雪峰和兄弟钟馗的灵系新干线队友月影 EF65 电气机关车摆在一起，队友间车型成比例的 MPG 已然形成规模。而关于 MPG 载具与其他 MP 载具的比例问题，实际上列车对人变载具会体积变大，并供头领战士们搭乘，这点在 MPG 钟馗的说明书里就有重复提到。刚发售的 MP57 天火和 MPG 的车型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天火也是变载具体积放大， MP57 专门配了小人偶来适配载具，所以不存在什么 MPG 车型不配 MP 比例的问题。人类的塑料技术目前还不能够凭空放大，天火的小人偶甚至能够刚好适配 MPG 的载具，可以用来还原动画场景。有点像火车沙盘的微缩场景呢。铁道是一段现代日本历史的缩影，玩具载具又是真车的缩影。高还原的外形仿佛从80年代的日本穿越过时空而来。车型大小采用铁道模型 HO 比例，而人形则是远小于这个长度的18厘米。这辆大比例的列车又如何变形成人形呢？在变形过程中又如何继续通过 MP2.0 语言诠释出老玩具的精髓？接下来进入车变人的变形环节。接下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款的变形。首先撬开顶部的盖板，然后把这块折叠回来，松开旁边的卡扣，把车头侧边的这个板子给撬起来翻开，这里有个小片片折叠回来，这里有一个小卡扣，直接就翻开就可以了。然后另一边也是一样，松开卡扣，然后把板子翻起来，小片片折叠回来，然后松开下面的一节齿轮关节，把这个手臂给翻到前面。这是一个很紧的轴，你只要把它翻到前面就能够固定了。调整一下位置，然后看到这个车顶盖板的这里有一个卡槽，对应的这个两边这个内部有一个卡扣，两组对紧就可以了。接下来是胸口，把胸口这块板子给翻下来，有个卡扣固定，然后把机器人标志给放下来。接下来就是变背包的部分。首先这里有一个双段轴关节，把这个车轮这一块零件给翻起来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很简单就能翻起来的结构。然后我们注意到这个有一个车轮底下那里有个小缺口，有个小卡槽在这，对吧？有个小槽，对应的是背部的一个凸起。现在我们先把背包往下面翻。我为了展示翻的比较小心，其实这里可以直接就翻下去的。翻下去之后会发现刚才的双段轴的那个杆子和上面的那个杆子形成了平行线的关系，这两个平行线形成平行线关系之后，就是这个背包就可以让位这个车头给转动了，转180度。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刚才我说到的那个车轮底下那个卡槽对应背部的那个卡位给卡进去，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固定关系，然后就能够把这个双段轴给压下去。对，压下去之后，就整个背包它就能够跟背部平行了。这个喷口是动画设定有的，把它翻起来，
翻起来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背包它还没有能够很好的固定。然后在刚才翻起来的这个喷口的下面有一组卡扣，看到了吗？这组卡扣是用来放置合体的大头的。首先把车尾的这个大头给取出，很简单，轻轻松开旁边的卡扣，然后把大头给拿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大头不需要变形，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对卡槽，对应的上面的这一组卡扣，然后把它给塞进去，很简单的对应就卡定了。合体大头的顶部跟车轮零件的有一个空位槽刚好对上，然后就结合完毕了。再把背包压紧，现在就会发现整个背包它已经不会松动了。然后是手臂的这个板子，对应的一个卡扣卡上去就可以了。手的变形很简单，普通的翻开，然后把手拿出来变形。接下来变下半身，先分开双腿，然后就是变这块板子，松开，然后这里有个轴，把下面的板子给转出来。脚后跟的这个轮子，首先旋转，然后把这个轮子转到内侧，然后把这块零件先放置在这里。接下来翻小腿部分的这个灰色零件，这块零件翻到后面，翻到这个小腿后侧，然后把刚才的车轮零件卡上去，这块就算是变完了。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个板子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旋转让位，然后把整块旋转180度几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板子，翻起来，这里有个滑道，错位，翻下来。接下来是处理这块板子，翻下来之后，把前面的这个往旁边一翻。接下来处理刚才没有定位的这块板子，可以看到下面这里有一个透明的一个卡扣。然后让这个卡扣跟小腿中间的黑色零件卡住。前面这块板子就是这样子按回来，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线是刚好对上的，然后这里有个卡扣结合，好，这块板子就结合完了。翻开小腿前面的这块板子，露出里面的零件细节。调整一下这个双段轴，然后把这个板子给翻起来，翻回去，折叠回去。接下来看到这里有一组对应的这个卡槽卡扣，扣上。这里我们可以把手指伸进这个小腿的这个空档中，这样子就会很容易就可以密合这一组卡扣。好，两边摁紧，然后小腿就不会松动了，就很紧实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小腿膝盖的滑槽，好，滑到位。好，一边腿就这样子变完了。接下来用另一边腿演示一下，快速演示一下。然后这里就是小腿有一个往里翻折，两边对称，然后调节一下这个脚踝后面这个，你要让它能够往前稍微倾一些，因为它有个背包，它会让你往后仰。好，变形完成。接下来分析变形思路。MPG 沿用 MP 2.0 的载具优先、人形其次的方向，因此 MPG 单体的变形大结构非常简单。四肢和躯干基本完整而独立，难点都集中在下半身的变形。胸口的翻折和越野一样是致敬老玩具的步骤。实际上 MPG 的整体收纳都类似于老玩具，但是老玩具的车型更 Q 版，重置的 MPG 要还原真车，车型人形的体积比相比老版便扩大了很多。上半身的变形不难，
下半身的变形步骤变多了，这引出了本次设计的亮点之一。列车的后半部分体积压缩到了人形腿部。要知道，车型比人形长6厘米，车人体积比很大，且列车这类形状本身就是不利于设计人形的载具，设计难度比汽车类型要高。汽车是一块紧凑的立方体，零件之间不会距离太远，而列车是长宽比极大的立方体，导致各部分零件的位移变得极为困难，并且 MPG 还要同时兼顾较大的车人体积比，于是最终得出了将车型后半体积全部压缩到小腿的设计。实际上 MP21 大黄蜂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因为甲壳虫和达特桑等车型实车大小相近，联景在做 MP21 的时候想尽可能的把车型做大来配警车等车型比例，最终的结果是车型做小，人形背部产生了车壳累赘。类似的问题在 MP22 的身上也出现过，造成 MP22 整体做高，显得身材肥胖。很有趣的是 MPG 雷电是特殊的列车载具 TF， 无法直接复用以往的 MP2.0 成熟的汽车变形结构，却做到了同时兼顾了非常不错的真实载具、人形和合体的效果。所以 MPG 实际上是 MP2.0 设计语言的一次自我超越。人形造型整体360度转一圈，对比 GE 玩具和设定图，可以看出来整体造型在基于 G1 玩具的基础上，同时也能兼顾到动画设定图的造型细节，比如 GE 动画设定图的背包喷口，这些对动画还原的细节做得比老 MP2.0 更加细致。那么在外观上， MPG 如何延续了 MP2.0 的造型设计美学呢？首先是对比 GE 老玩具， MPG 整体身材线条明显参考老玩具，造型参考老玩具这一点和联景的想法是一致的。雪峰人形的大背包也是来自于老玩具的造型，动画设定图的大背包当然也是根据 GE 玩具画的。那么小腿为什么设计成大块方愣的造型线条呢？我推测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车型体积压缩，前面已经提到过；第二，GE 玩具的造型就是如此的方正块块，动画是经过美型的。MPG 由于是 MP2.0 语言，尽量以玩具为原型，所以会整体做的方正。第三个原因是变形设计， MPG 继承自 BT 线到 MP2.0 时期的尽可能减少车型分割线的变形设计法则。你会发现雪峰的车壳上很少切割线，尽可能保住车型的完整度。综合以上3点，于是雪峰小腿最终做出了这样的能够妥协车型和人形的这样的造型。那么近距离展示一些人形的细节吧。第一，如 MP2.0 一样，身上到处都是对老玩具的刻画细节和贴纸细节的直接复刻，比如胸口的黄红色的透明键和小腿的条纹是复刻老玩具的贴纸细节造型，肩膀的平行条纹造型，胯部正面4个点的细节刻画，裙甲的条纹造型都来自于老玩具，而小腿靠上的位置则是和 MP2.0 时期一样，参考老玩具峰会的细节刻画然后加上去的。第二，和 MP2.0 一样，在以上的致敬老玩具的细节的基础上，加上些许机械式的原创细节，诸如胸口上半部分的倾斜倒梯形，胯部的齿轮造型，还有屈膝外部的仿关节机械细节，小腿内侧的配套散热口细节，人形银漆脸和玩具标志，这也是 MP2.0 时期的特征。MPG 雪峰的头雕还原到位，连动画设定图的脖子液压感也有做出来。MPG 的头雕脱胎于老玩具，但是添加了一个重要细节，在墨镜下增添了独立的眼部分件，独立于眼镜分件。旧社和开路先锋吉姆等类似，用整块的墨镜代替眼部。MPG 的设计明确将角色的风镜和视觉器官分开，使其成为一副独立的挡雪挡风镜。这不仅使人形的头雕更加帅气，贴合了 MP2.0 的机械细节造型现代美学，而且
贴合了雪峰擅长雪中作战的设定，也呼应了前面车型介绍过的防雪部件除雪翼。除雪翼和风镜的两者的作用都是去除视觉前端的风雪障碍，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呼应车型部件的，同时结合人设的一个设计。以上这些细节构造了 MP 2.0 式真实变形机器人的现代美型美学。最后来讲一下人形比例，这个身高是符合 MP 比例的。最直接的证据是雪峰附带的小册子里，戴光人说道，车型定好 HO 比例之后， MPG 人形又定好了大小，要适配 MP 比例，而 HO 比例车型相比于定好的人形来说又比较大了，所以 MPG 的设计难点在于保证人形高度的情况下，又不把车型做小，这就跟刚才前面分析的变形思路完全对上了。所以人形高度18厘米并不是受车型体积的限制，而是官方设定身高。根据 G1 的头领战士的 G1 设定图，这个身高是完全对得上的。所以 MPG 的单体毋庸置疑是 MP 比例。然后接下来介绍这款玩具的可动性。接下来介绍一下这款的可动性。可动性的话，整体比老的 MP 2.0 要来的更好一些。比如说头部它是一个球形关节，然后这个旋转是没有压力的。然后就是这个肩膀首先平台可以超过90度，然后这个360度无压力。然后就是这个曲肘这里是对，可以接近180度。然后就是这个腕转，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就是它的两个裙甲是独立活动的，可以张开，然后这个裙甲这也是单独分件的。然后腰转的话会被前面这两个装饰件挡住，这两个装饰件也是来自于 G1 玩具的造型。然后这两个片面抬起来之后，好，然后这个侧踢180度，然后这个后踢没有，几乎没有。然后前踢的话当然是经典的捏90度，然后就是屈膝了，屈膝的话经典90度。接地其实是有的，但是接地的关节的话可以看到跟这个后面这个轮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整个接地的话其实是有幅度的，你不能说它没有接地，就整个的话就是接地的话是能够用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整体的话它的这个可动性基本上是能够超越 MP 2.0 的，主要就是这个手肘这方面，因为以前的 MP 2.0 的话你可以看到，比如说 MP 10它那个手肘它是不会注重这些方面的这些可动性的。跟哥哥钟馗还原一下动画里的相扑场景，哇哦！接下来介绍一下配件，配件就是一把枪，一把叫做 Snow Laser 的枪。顺带一提 ，Snow 是原案中雪峰的名字，握持武器。MP 2.0 那种真实机器人的感觉凸显出来了。和乙出的钟馗和月影站在一起，可以看到造型和谐，成员基本保持等高。你会发现这3名成员之间的细节风格是很适配的，G1玩具细节、原创的现代美型细节，还有还原动画的一些细节。3名成员的造型反映了各自角色的性格，又能够保持小队风格统一，和各自的 G1 玩具站在一起，可以感受到这份历史的传承感。在车型长度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小队间人形基本等高。而雪峰变成合体的腿部也和月影变成了腿部基本等长，这也是本次 MPG 雷电合体的亮点之一。体积相差巨大的2列火车，人形基本等高，变成合体腿部的时候基本等长。那么接下来就是车变合体腿部的过程。车型变合体大腿的变形过程，首先翻开盖板，然后把上面的小板子给收回去。松开这个面板的卡扣，跟人形一样。把小板子收回去，把腿立起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脚板底还是不平的，它那个轮子还是高于脚板底。这个时候要把轮子抽出来，跟月影的设计一样，旋转180度，再收回去。
脚板就能平了。收回两边的板子，记得把这个小东西给翻出来，这是用来结合脚泡用的。可以看到很长的腿部呢，但是现在还要收纳上半部分的体积。先把合体大头从车尾部拿出来，跟变人形的步骤是差不多的。这里拿到一边，把车尾部的这两个板子给翻下去，折叠出去，折叠回去。好，从中间分开两边，轮子旋转放下去，另一边也是一样，记得要把轮子旋转到内侧。这个和单体的变形一样，是需要把这块板子给翻到后面去。接下来就不同了，要把这块小灰色的小板子收纳、折叠收纳，来让位这个合体大腿的屈膝。这个先把轮子翘起来之后，就要把这块灰色小板子收回去，这里需要用到一点点的让位和塑料韧性。好，合上卡扣。接下来这里有一组对应的卡槽，还有卡扣内侧，把这个板子先从滑道卡打下来，要对准卡扣。OK， 然后这个轮子就这样子收回去可以了。另一边也是一样。好，镜像变形，接下来两边合回来就可以了。好，变形完成。合体腿部整体造型不错，和月影一样，合体大腿一体变形，360度展示一圈，一体性也可以。对比 G1 玩具和设定图，小腿部分的车壳显得比较累赘，旁边多出2块车壳的原因很简单：第一，车型体积太大；第二，和人形小腿一样，是为了遵循 BT-MP 2.0 的减少车壳分割线的变形设计而做出的牺牲。若是走 MP 3.0，此处完全可以折叠后整体收到合体小腿的内部，但这里并不是为了做极致还原，所以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大腿正面中下部的细节是致敬最初的 Train Robo 合体，也就是 G1 雷电玩具的大腿车轮朝前的造型，这在月影的那条腿上也有所还原。同时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腿上半的方块细节图案一致，但位置不完全对称。实际上，这种不对称来自于 G1 玩具的大腿贴纸细节刻画不对称。MPG 在细节图案还原动画对称的同时，继承了老玩具不对称的概念。同时，跟月影的双脚比一下也是不对称，这一点也来自于 G1 玩具的造型。当然，照着老玩具画的动画设定也是不对称。所以从不对称这个角度也能够理解雪峰的小腿为什么做的跟月影的小腿不对称，因为不对称是2条合体腿部的贯彻的概念，你从变形造型设计上都可以发现这一点。接下来是合体腿部的可动性，屈膝和 MPG 月影一样有类似关节锁的设计，屈膝需要将大腿后的车轮从中抽出，否则车轮零件会刚好卡住屈膝。这样的设计应该是为了防止合体重量过大，导致压坏屈膝关节。如这样，取出车轮，解除关节锁后，屈膝大腿刚好卡进零件预留的空间，达到90度的屈膝。接地是单侧，幅度要比月影大一些，有后接地无前接地，前后齿轮关节。合体模式的缺点，个人认为是小腿内部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合卡位，正常把玩是没有什么的。但如果太用力往前推的话，就好像小腿往前折了。好吧，也许你可以把这视为一个前接地关节。由于脚泡和合体过程都被分割在其他2个未发射的成员身上了，所以这一次对
雪峰的腿部合体就介绍到这里。那么接下来介绍雪峰附带的雷电合体头部。合体头部底座的零件卡槽，结合钟馗合体的卡扣，结合很紧实。同时后面2个黑色扣子能固定合体的背包，灰色零件前半段能定位前胸板。预计随着收集完成，松动的部件结构会互相咬合固定，这就是所谓的合体啊！合体大头，个人第一印象很像大亚克隆，同时很有80年代超级萝卜的感觉，非常俊俏的脸。和雷电设定图和动画片对比一下，黑眼圈和下巴还原了动画的造型，然后再来对比一下 G1 玩具，非常明显的，很多细节都是对着老玩具抠的。整体硬朗的线条和脸部的表情，加上银漆脸，活脱脱的 G1 玩具重置。开盒的时候，头雕就是默认张开耳朵的 G1 玩具造型，和兽耳朵两边的零件，则是还原动画造型设定。大家可以看到，盒上似乎显得合体头部比较小，打个耳朵则整体比例比较和谐。这也是以大亚克隆老玩具造型为主的例证之一。脑勺后和耳朵两旁有大块的透明件，通过光的照射，亮起的眼睛活跃起来，雷电活了过来，犹如神像一般放置在屋子的各处。也许玩具就是现代神像，半胸像的，可动的，有多个涂装步骤的现代量产神像。在今天，作品被创作出来，成为文化，新品对老物的致敬，成为历史的传承。和 G1 雷电摆在一起，合体还未完成，列车之巨人的雏形已然出现。第一款 MPG 既是雷电，也是列车机器人 Train Robo。 大亚克隆 Train Robo 列车机器人玩具是组合金刚的缘起，与大亚克隆汽车机器人、微星变形等一起，共同构筑了变形金刚诞生的基石。MPG 雷电的作用是什么呢？故事之外，MPG 雷电是重燃往日荣光的初火，以 MP2 等零之资 ，MPG 雷电继承前辈老大亚克隆 Train Robo 的列车合体之魂，再次以 Train Robo 的身份作为起点，再一次创下宇宙原初大爆炸般的商业佳绩，引出 MPG 线的未来。故事里，动画角色雷电这一次得以在大力神之前接受最高技术重置，成为首个 MP 线的组合金刚。列车机器人完成了玩具历史的复刻，动画角色雷电完成了动画历史的复仇。搭乘着列车，面前是无尽与交错的铁路。历史是回忆的有序排列，回忆在我的脑海里。
回望过去，打开装有 TF 历史谜底盒子的钥匙，意外散落在未曾设想之处。这一期管窥历史一角的视频就到这里。列车刚刚驶动，历史只是初见，前路有更多精彩，各位旅途愉快。之前的电车大战漫画里，随着 KP 系列的女主之一人灵当离和 G1 动画里造出夜莺的头号手办宅冰田博士的登场，所有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列车队诞生时究竟发生过什么？漫画其中一格惊现天火的身影，天火在前2季动画之后到底去了哪里？又经历了什么？与还原老玩具来传达历史感的 MPG 雷电不同 ，MP57 天火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通过动画还原去追溯动画角色天火的身份。下一期 MP57 天火最初也是唯一的 G1 动画天火，敬请见证。